网友们又吵翻了。最近，一位中国老板展示自家的免编程喷漆机器人，精准点射，连发切换样样行，直接把老外当场看呆。你有这技术，居然只拿来喷漆，改行做军火商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近日，一位中国工厂的老板向国外客户展示他的免编程喷漆机器人，直接把老外看呆了。该机器人没半点复杂操作，精准点射，丝滑连发切换自如，还能自动调整喷柜距离，把弓箭喷得又远又快。最绝的是，老板随手让机器人朝天喷了2下，气雾又直又集中，吓得旁边的老外下意识往后缩，满脸写着难以置信，仿佛在说：“你有这技术，居然拿来干喷漆？你这手势哪里像喷漆的？”由于这2个老外的表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瞬间戳中了中国网友的笑点，大家纷纷留言道：“老外还是太年轻了，不懂中国民用产品的潜力。”值得一提的是，购买这台机器人的客户基本都是老外，涵盖迪拜、巴基斯坦和中东多个地区。老板成交后总会千叮咛万嘱咐，让客户千万别改机器的外观和结构，不然不给售后。随后，这段不到1分钟的演示视频很快就传到了外网，热度一路飙升。外国网友的评论区直接分成了2大阵营，吵得不可开交。一派是务实派，满眼都是这台机器人的实用性，留言说这机器人居然3分钟就能上手，我们工厂急需这种设备。另一派则是脑洞派，完全忽略了它的工业用途，一门心思琢磨隐藏技能。有人直接在评论区喊话老板：“考虑改行吗？我觉得你这技术不该只用来喷油漆，跨界当军火商说不定更有前途。”还有老外补刀：“老板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改外观和结构，肯定是怕我们发现它的真实用途，这操作太明显了。”后来，老板官宣有大客户一次性订了100台，大家还不忘打趣道：“这客户一看就是搞大规模正经喷涂业务的，没跑了。”虽然大家都在开玩笑，但这台机器人能受到市场认可，核心还是它实打实的硬实力。要知道，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对使用者的要求极高，必须是专业的编程人员才能调试。一个简单的喷涂路径可能就要编半天程序，不仅耗时耗力，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而这台免编程喷漆机器人完全打破了这种限制，通过简单的视角操作就能自动生成精准的喷涂路径，就算没有任何编程基础的普通工人，3分钟也能学会基本操作。它还能24小时不间断工作，效率是人工喷漆的好几倍，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完美解决了用工贵、留人难的行业痛点。再加上双重防爆认证的加持，在易燃易爆的喷涂车间也能安全运行，这些实用的功能才是它能圈粉的关键。可在老外眼里，这些实用功能都成了多余，满脑子都是这技术不该只用来喷漆。只能说中外网友的关注点确实存在着奇妙的差异。不过有一说一，这台免编程喷漆机器人让老外震惊，在国内网友看来并不算新奇，毕竟这些年中国民用产品跨界出圈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都充满了魔幻色彩，却又实打实的上演着。最经典的当属中国的煤气罐，这东西在国内早就不是主流厨具了，很多城市都已经普及了管道天然气，煤气罐慢慢成了时代的眼泪，不少煤气罐厂都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可谁也没想到，这些快要被国内淘汰的煤气罐，到了中东地区竟然直接焕发第二春，成了油气站的神器。中东老哥意外发现，中国产的煤气罐不仅价格便宜，质量还特别过硬，能承受高压和撞击。装满炸药，再塞点中国产的硝酸铵化肥，装上简易的尾翼和导火索，就能变成威力惊人的武器。经过改造后的煤气罐，爆炸威力相当于150公斤 TNT， 一发就能炸毁一栋楼，射程还能达到数百米。更妙的是，它本质上是民用厨具，能完美绕开国际武器禁运，打得了仗还能回家炒菜，真正实现了一气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比煤气罐更传奇的是山东莱阳钢管厂的经历。这家工厂的老板踏踏实实做了一辈子水管生意，生产的镀锌钢管标注着 JBT309193的标准代码，
这串看似神秘的代码，其实就是中国民用自来水管的国家标准，在行业里随处可见。有一次，一批中东客户找上门来说要采购一批钢管用来修下水道，还特意要求厂家对钢管进行强化处理，说中东地区缺水，需要耐用的管道基础设施。厂家一想，中东地区确实水资源匮乏，改善基础设施是好事，就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了一批强化版钢管。可谁也没想到，这批下水道钢管最终竟然出现在了战场上。视频里，战场上的火箭弹发射管上清晰地印着山东莱阳钢管厂的汉字，还有那串熟悉的 GB-T309193 标准代码。这一下可把大家都整懵了，直接找到工厂老板核实，才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中东客户把民用自来水管买回去后，进行了简单的改装，就变成了火箭弹发射管。中国钢管质量可靠，价格又比专用的军用材料便宜不少，和同样是跨界选手的煤气罐搭配在一起，就成了成本低、威力足的作战装备。而这位踏踏实实做水管生意的老板，也意外地跨界成了网友口中的隐形军火商，被拿来和国际军工巨头相提并论，完美诠释了打败你的不一定是同行。在俄乌战场上，中国民用产品也没缺席，照样凭着硬核实力占据了一席之地。雅迪、爱玛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用电动自行车品牌，成了俄军士兵的战术神器。电动自行车没有发动机噪音，行驶起来悄无声息，雷达监测不到，红外设备也难以捕捉。士兵们骑着它携带武器执行突袭任务，机动性大大提高，伤亡率只有常规部队的1/5。这些看似魔幻的跨界案例，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实打实的硬实力。中国的民用产品，要么是质量过硬，能扛住战场的严苛环境，要么是技术先进，预留了足够的改造空间。就像这台免编程喷漆机器人，视觉识别技术让它能精准定位弓箭。智能算法保证了动作的流畅性，稳定的控制系统支持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这些都是多年技术积累的成果。厂家本来只是想解决喷涂行业的痛点，却意外让老外看到了更多可能性，这或许就是中国制造业的魅力所在。如果说以前中国民间工业的出圈还停留在民用产品被跨界改造的阶段，那么现在中国民间工业的野心早已不止于此，而是直接进军高精尖领域，向着以前只有国家队才能触及的火箭、导弹等硬核领域发起冲击，用实力证明民间工业的真正潜力。此前，马斯克的 SpaceX 冲击上市，估值高达10.5万亿，让全球都看到了商业航天的巨大潜力。而在中国，5家民营航天企业也在扎堆冲刺 IPO， 蓝箭航天、天兵科技、星河动力、星际荣耀、中科宇航纷纷抢滩中国商业航天第一股的名头。一场关于太空的竞争，在民间工业领域悄然打响。以前，火箭、导弹这些高精尖产品，只有国家队才有能力研发制造，民间企业想都不敢想。可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仅敢想，还真的做到了，而且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首飞成功，虽然一级回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成功验证了关键技术的可行性。这款对标 SpaceX 猎鹰9号的可重复使用火箭，一亮相就引起了全球关注。更值得骄傲的是，朱雀3号使用的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相比猎鹰9号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液氧甲烷燃烧更充分，环保且不易积碳，发动机维护起来更方便，成本更低，能有效降低火箭发射的整体费用，比冲略高，发动机效率更优。而且火星和土卫六上具备生产甲烷的能力，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和星际旅行预留了资源利用的可能。除此之外，朱雀3号还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相比猎鹰9号的铝合金舰体强度更高，能更好地应对太空环境的挑战。就连马斯克都坦言，朱雀3号的技术路线非常有竞争力，有可能在5年内实现对猎鹰9号的超越。这些踏实做事的民营企业，用技术和品质证明，中国工业的强大从来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体系化实力。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电动车里，藏在工厂车间的喷漆机器人里，藏在快要淘汰的煤气罐里，也藏在冲向太空的火箭里。网友的调侃里藏着自豪，老外的震惊里透着认可。
这场工业大摸底还在继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民间神器会是什么，下一个突破会出现在哪个领域。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